有比这个再大一点的吗？有，我给你拿一下。你看看，这个成色还可以啊。请问先生，想挑点什么呀？哦，老板，哎，我想知道一下，现在女孩子一般都喜欢什么？当然是喜欢些亮晶晶的东西啦，比如说戒指。不知道先生是送给什么样的女孩子的东西啊？他把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给我了，我想回他一个礼。你们发展到这种情况的话呢，只有这个，跟我来。先生，你看，这是著名的巴黎珠宝设计师米尔福的新作，取名为《不可取代的你》。好精致啊！不过呢，这个戒指吧，是对戒，在我们这儿不单售。先生觉得满意吗？很不错。那我现在就给你开单。开单。好的，稍等啊。哎，对了，请问先生，需要在戒指上刻上你们的名字吗？这个就不需要了，老板。我自己是医生，我觉得我要用手术刀亲手刻上名字的话，会更有意义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不是洋行吗？我们怎么到这儿了？我们计划的第一件事情，不是想要修八音盒吗？我已经让司机去找洋行老板了，很快就能修好。嗯。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街安静的样子，可真美啊！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？那时候还没有电车，道路也没这么平整，街上乱哄哄的。可是啊，有很多推着糖水的小车。那时候我就天天盼着你，带我来街上玩。是啊，我记得当时你还是一个馋嘴的小姑娘，看到什么都想吃。吃坏了好几次肚子，当时都是林叔帮你治好的。后来我从林浩那儿要来了药方，你再闹肚子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你说的我很馋嘴一样，明明也没有几次。那怎么办？谁让我都记得呢？要不要我再跟你重复一次？哎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你等我一下。老板，2份鱼蛋。好的。尝一尝。好吃吗？和小时候一样好吃。你尝尝。是不是？好吃。你多吃点。你也吃。行了，感觉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给你煎的药。你不是说要苦吗？我帮你准备了一点巧克力。来。
你现在都没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不是跟你说我是你最亲的人吗？你才不是。嗯，那谁是呢？除了我的家人，应该就是林浩了。是吗？为什么呢？我小时候很怕血的，他帮我治好了我的孔雀症。每一次我有困难的时候，他都会尽全力帮我。我遇到危险，他会不要命的来救我。他把我从死亡边缘救出来过，还为我挡过子弹。小时候，他还救过我的命呢。还有，你看啊，我这个身高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的，但是他呢，刚刚好。我要去找他了。哎，别到处跑了，我答应你，你把药喝完，睡一觉，明天睡醒了，我保证把你口中的林浩还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好了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你要走了吗？嗯。我还有点害怕，你可以陪我等林浩回来之后再走吗？这是我们之前的家，之前一直说带你回来看看，也没开得了口。谁叫你之前一直躲着我的？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庄宇，我有好多话想问你，比如说，3年前你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？还有啊，后来我知道是你，但是你打死不承认，你心里是不是也挺难过的？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样的事，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，都不重要。我希望你不要为我复仇。我想你过一次你想过的生活。我想你没有害怕，没有畏惧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过一生。对不起，若兰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我今天很开心，真的特别开心。我想以后每天都这么开心。我想跟你一起变老，我还想跟你来世再续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有今天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给我爸写了一封信，我跟他说我要出国留学了，一走3年。你帮我把信给他，3年之后啊，你可以告诉他，若兰她读完书了，她还要继续深造。她呀，在国外开了一个诊所，旁边还有一家花店。我好像听到八音盒的声音了。对，若兰，我们的八音盒修好了。庄宇，我想睡一会儿，有你在身边，我也能做个好梦。别哭。
庄总，八音盒已经修好，给您送过来了。先生，这里已经被警局接管了，里面关押着重犯，请您立刻离开。我是华城商会的副会长，也是被解救的受害人之一。我要去找康健师问2句话。请稍等。不用打电话了。让我进去，这些全是你的。哎，好说好说。左手边最里面那间。哎，骗我是吧？里面根本就没有人。什么？犯人不见了！不好了！犯人不见了！犯人不见了！快来人呐！看来我之前带你去喝咖啡、听音乐，都大错特错。你跟其他女孩不一样，相比那些吵吵闹闹的地方，你更适合这里。这里远离世俗，宁静，又适合思考，像是你喜欢的地方。喜欢？喜欢谈不上，只不过你说想来我常待的地方看看，所以才来的。这里是我平时接任务的地方。你平时来这里都是接那些危险的工作呀？我常常来这里接任务，每次都是一只乌鸦，它来告诉我客户的要求。很多时候没有召唤它，它也会在这陪我待上一阵。可它今天没有来。那你没有接任务的时候呢？也会在这里一直等着吗？我除了执行任务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，所以干脆就在这里等。有些时候，一等就是好几天。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会在这里跟客户交接。他们会伪装自己的声音，说话也很简短，拿了东西就跑，生怕我知道他们是谁。可我根本对他们的身份不感兴趣，这样挺好的，谁也不认识谁，谁也不麻烦谁。我喜欢这样简单的生活。我们执行任务都很困难，常常有人会在执行任务中死亡。换身份就跟换衣服一样，写了名字也不见得知道是谁。别说葬礼了，就是连尸体也不见得找得到。所以我会在这给他们点上一支蜡烛，等蜡烛熄灭了，可能也就没人记得他们了。我上一支是给教官点的，他是我们这儿最厉害的人。可我当时点蜡烛的时候想，生命消失的时候，不过也就是一支蜡烛的时间。那你刚刚为什么又点了一支？这支是给老鬼点的。我虽然和他不熟，但我听说他因为黑风的事情坚持了16年。最后还是为了救周一凡而死，也算是跟我们有联系吧。
你看，又有一支蜡烛灭了，一定是这世界上某一个角落，又有一个人消失了。不，人是不会消失的。老鬼虽然人不在了，但是他的朋友，他警局同事依然都会记得他。你会记得他，周一凡也会记得他，他做过的事情都会存在，他破过的案，他保护过的人是不会消失的，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。你看，这个地方其实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教堂是一个可以见证你人生中所有最重要时刻的地方。人生中有很多迷茫，甚至还很痛苦，所以人们会选择来这里倾诉，让自己内心平静，跟自己和解，最终找到新的人生方向。你等我一下。冷月涵女士，你是否愿意面前的这位曾凡先生成为你的丈夫？你愿意与他缔结婚约吗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他，照顾他，尊重他，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。即使死亡也不能将你们分开。穿越你气之间，仿佛是你的婚约。我之前看过很多人在这边举行仪式，他们会互相交换戒指，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。因为戒指两侧的动脉血管直接连接着心脏，所以人们说这里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。戴上戒指之后，两个人就会一生一世一直在一起，一起面对困难和危险，就像神父刚才说的承诺一样。可是，我不想其他人和我一起面对危险，而且这个会妨碍我开枪，会更危险。看来这位女士还没有准备好。小韩，不管你需不需要，我都愿意用未来所有的时间，去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。一天一天，在前世里渐憔悴。一宗一宗，空虚找不到根据，
那这样吧，我把它带在这里。把它带在这儿，离心脏更近，而且没有危险。谁从漆黑走到光，绝望之中找到对方。就算几多风雨浪，能携手地笑这境况。悬崖天空的曙光，埋藏心底话跟你讲。处处之中可勇敢，等到希望，只有你在旁。那么早醒啊，多睡会儿吧。李浩，李浩，不，李浩，李浩，没事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昨天折腾了我一整天，你一点记忆都没有啊？我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，你要走了吗？我还有点害怕，你可以陪我，等林浩回来之后再走吗？可以。那你不许骗我，你不可以趁我睡着了偷偷溜走了。行。来，这样跑不了了，可以安心睡了。钥匙，聪明。何警官真不负责任，每一次睡完我之后都跑了，还好这一次铐住了，没得跑了。谁要睡你啊？第一次在你家就把我睡了，睡醒了就跑了。第二次在这里你硬闯进来，又拉着我睡着了，睡醒又跑了。你还说没有？我没有。你看，又跑了，没良心。翻什么呢？翻我哥的名片，很重要。你哥的名片我放哪儿了？你找你哥的名片干嘛？那天我和曾帆发现，在洋行那儿有我哥放的东西，我猜测那是黑风追杀我哥的原因。但是洋行的老板说，要取东西要信物和密码，那个信物就是我哥的名片。找到了，没有密码呀。你把酒精灯拿过来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什么魔术啊？小时候我和我哥老用这种方式藏密码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酒精灯。哦，我去接电话。好。
你看，密码出来了。警局来电话说，康健士从疗养院消失了。一切才刚刚开始。谢谢你终于来了，我们都快愁死了。康健士怎么回事？人怎么不见了？庄宇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康健士不见的事情是我发现的。昨天晚上我去了疗养院，他已经不在了。这么久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查到。这个是我和林浩刚才去洋行取的我哥的东西，结果里面是一些数字编码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些数字有点眼熟啊，看起来应该是花城商界惯用的合约编号。第一段数字是合约的类型，第二段数字代表所属公司的分类，第三段数字是日期的缩写。这些公司分类的数段看起来很像是商会旗下的公司，但我在商会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些合约的编号，而且也看不出这些数段代表的是哪种合约类型。警局电话借我用一下，我需要确认。好，我带你去。我哥为什么要记这些数字编码呢？如果庄宇说的没错的话，这些合约是合约编码。这时间跨度有点大呀，快16年了。鬼哥查黑风的案子也是16年前。宝贝，把资料收起来。好。继续。还有吗？核实过了，这些合约全部都是花城商界跟海外公司做的贸易，跨度时间一共是16年，而且确实是跟商会有关，但是商会没有任何的记载。商会有问题吗？不用去商会查，直接去合约审批部门。如果需要帮助的话，宝贝和乌龙可以信得过。想办法把这些合约的原件弄到手，不要以警察的名义，他们不会给的。是，我们马上去查。现在警局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有安全的地方吗？学姐烧鹅店。曾帆，我现在需要去处理一些事情。等我回来之后，再听你说那些有关教堂的事，还有结婚的事。小韩，小韩。董一涵，你背叛组织，已经触犯黑风最高禁令，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回去。你好，我是商会副会长庄宇的秘书。
我需要花城历年来与海外有关的交易合约编号。好的，请跟我来。这些黑风成员的名单，是我跟鬼哥最后见面，他托我帮他弄出来的。他想通过黑风的成员，彻底瓦解黑风。他还说过，他查了黑风16年，一直都受到花城高层的阻力。黑风跟高层勾结那么深，所以，我拿到资料之后都没有交出去。只要你有钱，就到教堂的2号忏悔室留下钱和你要解决的问题，自然会有人帮你。黑风成员常去教堂接任务，那就可能是那些高官利用黑风当清道夫。那康健士的失踪肯定会跟他们有关系。这个康健士到底做了什么，才会把我们的成员名单变成这种实验报告？你们要的合约的一些资料，那2个小警官帮你们弄到了。银行行长、海关总署、检察院院长，你们招惹的这些人，都是些了不起的人。合约里有明显的漏洞和违法条款，配套的批文有严重的问题。这些合约涉及了第三方签署文件，并且涉及到高层部门的负责人，但合约的签名页被人拿走了，所以看不出供货方的负责人是谁。把签名页故意隐藏起来，这就说明这些高官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大人物。如果按合约的编号来看，供货方应该全部都是隶属于商会旗下的公司。这么多年来，不经过我的手办理，却能通过商会的所有相关手续，能做到这件事情的只有一个人，曾万熙。我这里还有一些额外的情报送给大家。他们这帮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在16年前同一个时间发家暴富，平步青云。16年前，那跟石井街冤案的日子是一样的，不会是巧合。这些事情会不会都跟他们有关？看来我得好好的跟我那位父亲聊一聊了。我也要找一找康健士了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在欧洲留学的时候，那些外国人是怎么看耶稣的？西医的话，一般是相信科学，耶稣只是信仰。我觉得你们不聊，不是因为你们不相信他，而是因为你们就是他。你看，你们给病人治病，选择了不一样的治疗方式，让他们以你们希望的最美好的方式活着，是不是像上帝？爸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这么说？我一直觉得，你之所以会当医生，是因为你骨子里流着我的血。16年前，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的病人，他一直等待一个契机被治疗，来让这座城市得以重生。如果不是我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，顶住了所有的非议、流言，和国外最先进的医疗机构合作，为这个城市换来了技术和资源，那么这个城市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得以新生。新生？什么新生？
16年前，那不是……现在，作为这个城市的医生，我要开始新一轮的治疗了。我要筛选出那些真正值得活下去的人，让他们共同建造这个城市。至于其他的，那就不要浪费大自然的资源了。爸，您究竟在说什么？您说的这些话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我对你任性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。现在，我要告诉你事情的真相。之所以选择今天，是因为我不想再看你这副懦弱的样子。林浩算什么？冷月寒又算什么？你本可以成为上帝，却在这儿等待平凡的幸福，真是个蠢货！蠢货！爸，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明明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爱人，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觉得这一切都对于您没有意义是吗？混蛋！我已有你这样的儿子感到耻辱！滚！小寒，你怎么才来？我爸有些不对劲，你快跟我走。小寒。扶他起来。你怎么，爸？你把小寒怎么了？看来你在德国学医，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。我对他进行了脑部精神控制，现在看起来效果非常好。只需要喝一杯咖啡的时间，就可以改变和控制病人的情绪。爸，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上次在商会的时候，您说您不想再当会长，只想做一个慈善有爱的父亲。看着我们长大，看着我们幸福，你是骗我们的吗？你确实长大了，而且还很能干。那天晚上，我看了你的工作成果，你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。作为父亲，我就要帮你走完这最后一步。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理想的国度，只有配得上你的人，才能和你在那里留下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要你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。爸，你疯了！爸，带走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爸！身上的伤痕带进了多少风霜，火光楼画的空木窗，禁锢着内心滚烫。黑夜已渐长，